东宫，太子妃经过2个多月的休养，人也是恢复一些，但是面色还是有些苍白。太子妃，喝药吧。太子妃没有动作，还是出神地看着窗外。太子妃，药不喝就凉了，只有你的身体好起来，才能给太子诞下皇子呀。孩子，我的孩子。他知道不能怨恨皇后，也知道皇后是生病了才会害她流产，可是他心里还是会痛啊。太子妃，你还年轻，皇子还是会有的。现在当务之急是养好身体，拿回东宫的掌家权，还有把太子从正凉帝那边拉回来。奴婢瞧着太子这段日子格外的宠爱正凉帝。把药拿过来吧。老嬷嬷很高兴，从宫女手中接过药碗，给太子妃送了过来。这次太子妃没有犹豫，直接一口喝了下去。宫女立即送上蜜饯，让太子妃含在嘴里。太子妃有了斗志，开口问道：最近宫外有什么消息？最近宫外有了流言，说是荣王妃的肚子和您相克。查，去查一查，看是谁造的谣。太子妃，荣王妃的肚子格外大，都传这一胎可能是双胎，或许里面真有门道，也未可知。无稽之谈，我的孩子怎么没的，我清楚得很。这个造谣的人还真是狠毒，这是想让本宫和荣王府对上，那人好坐收渔翁之利。重点盯着太子后院的女人，看看这段日子谁往外传递的消息最频繁。是，老奴这就吩咐下面的人仔细盯着。吩咐下去，从明日起让那些人过来请安。是，太子妃。翌日早朝结束之后，陛下，荣亲王求见。请他进来吧。很快唐之陵就来到了勤政殿，然后给皇上行了一个跪拜大礼。臣弟参见皇上。皇上纳闷地看着唐之陵，突然如此懂规矩，他还有些不适应。荣亲王，请起。谁料唐之陵并没有起来，而是直接开口道：皇上，臣弟想全家搬到洛阳封地。皇上眉头一皱，去洛阳？那小福宝岂不是也要离开？不准。唐之陵有些懵，来的路上他仔细琢磨，到底是先说结论再说原因，还是反过来说。按照昨日沈妃说的，那就是先哭诉再提请求。可是唐之陵又想起谭先生交代的，和皇上对话切忌多言，言多必失，要先提出结论，再简短地引出原因。谭先生和沈妃2人，唐之陵果断地选了谭先生。谁料他才开口就被皇上拒绝了。唐之陵有些后悔，还不如听沈妃的话呢。唐之陵不知道，对于离开京城的想法，不管他怎么说，听谁的话，结论都是一样的。皇上，臣弟也是没有办法了。京城有人谣传是沈妃的肚子克了太子妃的，以至于太子妃流产。你说我们怎么还能在京城待下去啊？真有这事儿？知道是谁传的吗？是啊，乔山跟踪了几人，那些人最后找的是司太傅府中的老嬷嬷。皇上，司家和臣弟一家早就不和睦了，想必他们把司妙兰错失太子妃的事情都怪在了沈妃的头上。但是臣弟也没想到他们会出如此恶毒的手段呢，这简直就是不想臣弟的孩子和沈妃活命啊！皇上。皇上想开口，但是根本插不上嘴，但内心也在腹诽。你的王妃可不是小白兔，没等别人要她的命呢，她直接能把别人都给嘎了。皇上一言难尽地看着唐之陵，好像是有人追他一样，这话真是太密了。皇上，再者说，赵氏可是大族啊，赵家或许也会针对臣弟一家，还有太子妃，她要是信了这个谣言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况且沈妃她也快生产了，正是在关键的时期，要是有人迫害，那后果可不堪设想啊！皇上，京城危机四伏，我们真的是在京城待不下去了。皇上抽了抽嘴角，这小六可能不知道荣王府的配置。
荣王府可是挑走了黑甲军最上层的士兵，就是马房牵马的人都比小福宝留给他的黑甲军强。也就小六和他媳妇这俩货在这里战战兢兢的。不过想到小福宝不想暴露，皇上也就没有拆穿。荣亲王放心，朕会查清此事，给荣王府一个交代。但是搬到洛阳之事就不准再提了。皇上，臣弟不必再说了，搬到洛阳绝对不行。唐之陵小心地观察皇上的神色，发现真的没有缓和的可能，只能低下头。好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，陛下，臣弟告退。皇上看着无精打采的唐之陵，轻哼一声。看来以后见荣亲王的时候，不能带着小福宝。没事收拾一下荣亲王，看看他吃瘪，还有点小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皇上坐回龙椅之后，又想起了谣言的事，去查一查这件事是怎么回事。还有，朕不希望有人再传这个流言。是。唐之陵耷拉着脑袋离开了皇宫。回到主客司的时候，就看到朱坤鹏像个大爷一样，小厮还在旁边给他捏腿。我说朱大鼻子，这是主客司啊，你这成何体统啊你？你今天这口气还真像我老爹。这是上职的地方，你就这么没规矩？你也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了，怎么这是在哪里受气了，来我这找场子了？告诉你，小爷不奉陪。你别走，刚好我有事问你。说说什么事儿啊？朱坤鹏，司家你了解多少？怎么司家得罪你了？哎呀，你别问这么多了，就是司家有没有像你这号人的？小爷一表人才，有什么不好的？你和谁一口一个小爷呢？朱坤鹏想起来了，这货的身份变了，是亲王了。他轻轻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，经常忘了这事，该打。司家虽然是太尉府，但是司太傅毕竟年纪大了，哪里能都管得住啊？据我所知，司家的第3代就不怎么样，和我品行差不多的也有。你说的是真的？这事儿你是问对人了。要不要弹劾一下司家？我让我爹帮忙。这会不会太麻烦了？你还跟我客气啥呀？下了。放心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唐之陵虽然是亲王了，但是他是有着鲜卑血统的亲王，所以朝廷的官员天然就会和他保持距离。加上他曾经还被唐国公拉出来当挡箭牌，有着造反的黑历史呢。所以唐之陵在京城地位是有，但权力不高。至少他想参与朝堂上什么事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不被弹劾就不错了。就是司家这事，他想靠自己解决都不容易，至少御史们绝对不会帮他弹劾司家的。可是朱坤鹏就不一样了，有广安侯出手，还是会有御史出面的。翌日朝会上就有御史弹劾了司太傅的长子司元伟和司家子弟，就是皇上都奇怪了，他还没出手呢，就有人给递梯子了。于是也趁此机会斥责了司太傅教子不严，又罚了司元伟的俸禄。唐之陵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露出了笑容。还是朝廷有人好办事啊。虽然他觉得司家罚的有点轻，其实他不知道他的好大儿会替他出手，而且更狠。唐之陵下职之后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沈妃。好消息，沈妃，司妙兰的父亲被罚了俸禄，司太傅也被皇上申斥了。是吧？那太好了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唐之陵很开心地和沈妃讲了朱坤鹏帮忙的事。司家也不是铁板一块，司妙兰的堂弟就和朱坤鹏一样是个纨绔，还有司妙兰的父亲也不干净，广安侯帮忙找了御史弹劾了司家。你太聪明了，竟然能想到这个办法。今天强山已经确定了，那天的那个嬷嬷是司老夫人身边的，司家被弹劾了都是自找的。都是我在朝堂上人微言轻的，也没有御史搭理我，说不上话。司家算起来只是被罚了俸禄，太轻了。妄自菲薄了不是？昨天刚知道是司家动的手，今天你就找人在朝廷上弹劾司家，这反应这速度多快呀！我估计司太傅到现在都不知道招惹了谁，为什么被弹劾呢？唐之陵，你真的很聪明，很棒。
真的。我可是从来不撒谎的。再说了，司家可是有个老太傅呢，那也是老奸巨猾的。咱们对付他们家，就要学蚂蚁搬家，一口一口的咬，总能慢慢瓦解的。况且司太傅是太子的老师，司妙兰又是太子的良弟，咱们又不能直接把人给杀了，你说是吧？你说的对，不能着急。沈飞为了安慰唐之灵，建立他的自信心，又说了很多唐之灵的优点，给他夸的也是乐得找不着北了。小福宝看着两人的黏糊劲儿，已经免疫了。他看着唐之灵这样，也在想着唐之灵的出路。他已经知道了沈飞和唐之灵两人想要离开京城，回到洛阳封地生活，但是皇上没有答应唐之灵的请求。小福宝其实也在想着去洛阳的可能性。他伸出小手摸了一下胸口，他现在的身体不知道能坚持多久。虽然娘亲一再和他保证能救活他，可他自己的身体他最清楚，走几步路都难以坚持，这辈子或许真的要当个短命鬼了。哎，在离开前怎么的也要给荣王府一家安排个好后路。他清楚皇上不放人离开，也是因为知道他的身份。洛阳曾经是个好地方，距离长安也近，而且非常富庶。那时候选洛阳是按照他能平安长大，继承荣王府的时候决定的。可是自己要是不在了，这么好的封地就不是福，而是祸了。光靠唐之灵的才智是守不住的。小福宝是不相信人性的，也不相信人会一直不变，特别是帝王。他上辈子当了一辈子的帝王，有些时候就算决定违背内心的意愿，也要坚持到底。老大登基时间尚浅，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帝王，朝中的势力还没有全部掌握在手中。但等他长成了真的九五之尊，或许一切就变了。要是他能活得久一点，荣王府不用担心。可是，小福宝叹了一口气，或许娘亲离开京城才是最好的出路。小福宝沉思片刻，心中已经有了决断。太傅府私家书房。老大，你说你都一把年纪了，还这么不着调，喝点猫尿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还有，你算哪门子老丈人，竟敢在外面胡咧咧？爹，妙兰嫁给了太子，我怎么不算是太子的老丈人？糊涂！太子妃是赵家的，妙兰不过是个小小的良弟，说白了就是个妾呀。你这哪个小妾的父母敢自称是岳父岳母的？更何况还自称是太子的啊！爹，我知道错了，就是话赶话说的。当时也是萧红卓那老小子拿话挤兑我才那么说的。你让我说什么好呢？那萧红卓是什么人？那是二皇子的外祖父，和你天然就不是一个阵营的。哎，老大呀，都说时局不明时，明哲保身，最好不要站队。可是咱们家不一样，我是太子的老师，天然就是太子这一方的。还有妙兰也嫁到了东宫，这个时候你更应该谨言慎行，没那脑子就避着点萧红卓，干嘛总往一起凑啊？你小心人家给你挖坑。爹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少在外面喝酒。我知道了，爹。明天派人查一查那些人为什么弹劾你，还有为什么盯上了司家。爹，你放心，我保证查个清楚。我倒是要看看到底是哪个王八羔子在和咱们司家作对，还真是嫌命长了。司太傅捋着胡子，没有反驳大儿子的话。他教训大儿子不要太飘了，在外面得意忘形。岂不知他现在也是飘飘然，自认为太子的地位稳固，加上孙女受宠，他又何尝没有想着有个含司家血脉的皇子呢？到时候司家的富贵又可延续100余年，到了那时候，这天下是谁的，谁又说得清呢？行了，少说废话，快去查。是的，爹。深夜，慈宁宫。皇上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过来了？母后，这些时日劳烦您了。皇后的病情怎么样了？皇后人已经好一些了，清醒的时间也长了，但是中毒太深，
也要好好的养着才行。那就好。我也是没想到葛太妃会隐藏得这么深，看来这老三到现在还没歇了那心思啊。皇上没有反驳太后的话，他也已经查清楚了，葛太妃的下药时间正好是她昏迷的时候，也是突厥入侵和唐国公造反的时候。宫内只要再解决了皇后，那太子就不足为患了。到时候葛太妃和益州王来个里应外合，那还真是容易改朝换代啊。皇上想到这里，人就有些后怕。这次能轻易地揪出葛太妃，还真是多亏了荣王妃的法子，然后顺藤摸瓜，又清理了一些后宫的探子。皇上对此还是很感激沈妃的。至于皇宫里的事，对荣王府瞒得紧紧的，也是皇上自己留了一个心眼儿。毕竟小福宝的身份他清楚，而葛太妃的身份又太敏感。老三益州王也是他兄弟，皇上担心小福宝偏心，所以查清皇后是葛太妃暗害的消息也是瞒得死死的。但是光明正大的处死葛太妃也是不行的，毕竟她还是藩王的母亲，怎么能无缘无故的处死？所以皇上将一切都告诉了太后。太后做主，也给葛太妃悄悄下毒，目的就是让她慢慢死去，这样也不会引起益州王的反扑。不过老三或许是有所察觉，递了请安折子，今年想进京过年。难道是谁走漏的风声，还是葛太妃有所察觉？皇上沉默不语，他也是没有主意才来和太后商讨的。其实皇上更想找小福宝的，可是皇上不敢，他总不能和他说让小福宝给出个主意对付他的小老婆和便宜儿子吧。到了对付楚家人的时候，这小福宝就不管用了，不仅不能问主意，还要把消息瞒得死死的，也是要费一番功夫的。皇上还不知道，小福宝早就猜到了皇后的事或许是几个太妃动的手。不后，要不然让老三进京吧。也行。葛太妃已经缠绵病榻许久，想必也活不了多久了。如果老三真的查到了葛太妃病重的实情，就把葛太妃陷害皇后的证据拿出来，到了那时，老三也不占理。行。皇上有了决断，就离开了慈宁宫。翌日朝会结束之后，司太傅就被请到了勤政殿。微臣拜见陛下。冯宝，把这些东西给司太傅看看。是。皇上从前没想动司家的，毕竟这人是太子的助力。可是昨晚小福宝给他送的折子，又分析了利弊，皇上也觉得司太傅不适合再当太子的老师了。加上司妙兰的野心不小，开始挑拨皇室和宗亲的关系，也是罪大恶极。司太傅接过折子，看到上面的内容，双眼瞪大，立即跪在地上。皇上，臣并不知此事啊。司太傅，司家听了司良帝的吩咐，传出如此险恶的谣言，除了挑拨赵国公府和荣亲王府的关系，又是在太子妃的心中种下一根刺，真是好手段呢。皇上恕罪，臣回去一定好好清理后宅，司良帝年幼，还请陛下宽恕。皇上本想让司太傅主动请辞，但司太傅贪权，并没有搭这个梯子。司太傅，你再看看这个。司太傅小心翼翼地拿起地上的折子，等看到上面的内容之后，更是心如死灰。完了，彻底完了。司家还真是好本事，朕还不知道豫章郡什么时候成了你司家的了。司家族人竟然如此大胆，强占民田，强抢民女，还真是无恶不作呀。司太傅远在京城，对老家族人的事还真不清楚。他想到司家的族长也是气愤得很，竟然瞒着他做这种事。陛下，臣有失察之罪，臣会立即让族人把田地归还，对苦主做出赔偿。司太傅把头抵在地上，依然没有松口。他知道皇上是什么意思，可是他要是离开朝堂，司家就真的完了，而他的2个儿子还没有成长起来。
司太傅今年贵庚啊？臣已到了耳顺之年。哦，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了。司太傅叹了一口气，直接把乌纱帽拿了下来。臣遵旨。司太傅终于是失魂落魄地走出了勤政殿。很快，司太傅告老还乡的消息就传了出来，文武百官也是惊讶得很，也有一些人家知道内幕的，有人开心，也有人唏嘘。东宫，娘娘，不好了！司妙兰今天去给太子妃请安了，心气儿本来就不顺，谁料现在又被小宫女触眉头，大胆，竟敢咒本宫，本宫好得很。娘娘，司太傅告老还乡了！什么？司妙兰猛地站了起来，快步走到小宫女的身边，直接抽了她一巴掌。你胡说什么？娘娘，奴婢真没胡说，现在整个后宫都知道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要去找太子哥哥。很快，司妙兰就跑了出来，谁料直接碰到了宣旨的太监。司两弟，接旨吧。司妙兰只能跪下接旨，最后听到他被降为最末级的凤仪，脸都青了。司凤仪，接旨吧。司妙兰瘫软着身子，她知道自己是暴露了，她此时有些后悔，不该那么冲动的。突然，司妙兰想起了太子，对，她有太子哥哥，太子会救她的。司妙兰一把接过圣旨，就急匆匆地跑了出去。荣王府，沈妃收拾妥当之后，正好和小福宝三个小孩一起吃早午饭。花花和小叶子都能吃辅食了，因此他们娘儿四个一起吃饭，场面也是很和谐。小福宝和花花两人吃得有模有样，面前的桌子也是干干净净的。小叶子面前则是狼藉一片。现在可以上桌了，他也是开心得很，呲着8颗牙，天天乐呵呵的。哥，看，小叶子已经会说出单音了，而且也不满足小福宝挨着花花，必须要让小福宝坐在中间才好。小福宝看了小叶子一眼，伸出小手，用帕子给小叶子擦了一下脸上的饭粒。哥，小福宝也发现了真小孩的可爱之处。花花虽然长得像娘亲，但是太沉默了，没有小叶子可爱。小叶子得到了小福宝的关爱，嘚瑟地看了花花一眼，扭动着小身子靠得小福宝更近了。花花抽了抽嘴角，她也是发现了同胞姐姐脑袋里的脑仁长大了，现在都知道争宠了。花花不再搭理小叶子，让小叶子炫耀了个寂寞。小叶子当然不满意了，叫了声花花，然后又把头挨着小福宝的肩膀上，示意花花看他。柚子，小叶子根本听不懂妹妹的意思，还是呲着小牙和花花炫耀。这时候乔杉快步地走了进来。王妃，宫里传来消息，司太尉告老还乡，司妙兰降为末等凤仪。太好了，还真是老天有眼。呵呵，唉，就是不知道司家到底惹上了谁，竟然把老巢都给端了。哼，司太傅告老还乡，司家也算是废了。小福宝见到沈妃这么开心，也高兴地翘起嘴角。日子过得很快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长安城也罕见地下起雪来。沈妃挺着大肚子看着外面的雪花，看到雪，她就想起了去年在北地生产的情况。2个小妞妞因为早产，生在了过年的前几天，所以他们也是才几天大小，虚岁就2岁了。你们可不要学你们姐姐年后再出生了，否则就是亏大了。王妃，这孩子什么时候出来都是有定数的。唉，看来我和宫宴是无缘了。没当王妃的时候倒是参加了一次，现在有身份了，反而是没机会了。唉，这以后啊，机会多的是，王妃的身子重要。沈妃点头，她是不放心小福宝单独进宫，所以才想亲自带着他去的。李嬷嬷，产婆和奶娘都选好了吧？王妃放心，老奴亲自选的人。沈妃听到李嬷嬷这么说，她也放心了。她在回廊上走了一会儿，就累得不行了，于是也缓步往里间走去。这时候门房禀报：王妃，江姑娘来了。请她进来吧。沈妃坐在软榻上，就看到江竹月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。长姐，哇，
张姐，你的肚子怎么这么大？我肚子里有2个，要比平常的大一些。张姐，我以后会不会也像你一样能生出双胎？沈飞可不敢保证，江竹月可没有去服药改善体质。你今日怎么想起过来了？啊，对了，张姐，医药回来了，还有3天就到家了。这事他已经听乔杉禀报过，有了乔杉，沈飞的消息灵通得很。况且他现在已经不像从前那样那么想找亲人了，他现在有丈夫有孩子，不缺亲人。就算北境王待他要比北境王府其他的人好些，但沈飞也不想有太多的牵扯。好，那还真是个好消息。张姐，医药回来了，而且家里今年又添了这么多的孩子，都是大喜事儿。爹回来之后呢，祖母要在北境王府设宴，我今日来就是请你过去的。竹月，你看看我现在的肚子，实在不方便出门。江竹月看到沈飞的大肚子，确实是不方便，但是想到祖母的要求，又继续开口：张姐，祖母也想趁此机会承认你的身份，所以才想让我来请你的。竹月，你回去告诉老王妃，我和北境王府没有任何关系。江竹月吃惊地看着沈飞，有些局促。张姐，你生气了？哦，为什么这么问？那你为什么不回王府啊？沈飞现在可是消息灵通得很，他知道北境王府的老王妃病了，王府在年底的时候举办宴会，不得不让他多想。算起来他从北地回来已经快1年了，可是北境王府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如今到年底了才说承认他的身份，这就太可笑了。这门亲要是认了，反而会有更多麻烦。竹叶，我现在身子不便，说不上什么时候就生了，实在是不宜外出。好的，张姐，我会把你的情况和祖母说的。随后江竹月和沈飞又聊了一些京城的小八卦，吃了2盘糕点才从荣王府离开。李嬷嬷这时候才敢开口：王妃啊，这北境王府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儿？王妃，你如今身子笨重，这老王妃怎么会选在这个时候宴请你？沈飞轻笑出声，他大概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毕竟当初北境王病得那么重，他都给救回来了，想必这老王妃是惦记他手中的药了。沈飞猜得不错，老王妃在江竹月刚回到北境王府的时候，就派人把他请了过去。祖母，我回来了。他可会来？祖母，张姐的肚子老大了，这次怀的也是双胎，实在是不适合参加家宴。你没说这次的宴会是江家承认他身份的宴会吗？我说了，可是张姐说她和江家没有关系。大胆！小姐，不要动怒，身子要紧。江竹月吃惊地看着老王妃，不明白祖母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。祖母不要生气，我觉得宴会等长姐生产之后养好身体再办也不迟啊。老王妃又是一连串的咳嗽，她无奈地摆了摆手：竹月小姐，你先下去吧。嬷嬷还是要给祖母请个大夫好好的瞧一瞧。好的，竹月小姐放心。老嬷嬷把江竹月送走之后，来到老王妃的身边，然后就看到了老王妃帕子上的血迹。小姐，你又咳血了。那个孩子还是个犟的，看来是想让我亲自去请他了。天黑了，看书伤眼睛。今天回来的有些晚呀。我今天在珍馐楼请了朱鲲鹏吃饭，他还带了些朋友给我认识。吃饭可以，不准去那不该去的地方。怎么，害怕我看上别的女人？我害怕？真好笑。你要是敢找1个，那我就敢找10个。10个？你还真敢想啊，沈飞。怎么，有我1个还不够啊？你别忘了，咱们可是有约定的。你要是有了其他人，我立马走人，给你们腾地方。你呀，还是太冲动了，太傻了。荣王妃的位置你就这么轻易让出去啊？还想便宜别的女人？哼！你以为我在乎荣王妃的位子？
我要是愿意，我或许可以当自己的皇上。哎，这话你都说得出来，小心隔墙有耳。唐之灵，我研究出了新药，要是用在你们大禹朝的士兵身上，他们一瞬间哗啦啦的就昏倒了一片。你说我这样攻城略地，是不是很容易？唐之灵想到唐国公那几万的军队，沉默了。事实还真的和沈飞说的一样。那本王以后就跟着王妃混了，有王妃保护我。两人聊着聊着就开始歪楼了，话题变成了京城的最新消息。哦，对了，沈妃，我打听到老三那个黑探头，还有老四那个白斩鸡要来京城了，要在京城过年呢。益州王来京城，是不是看望葛太妃啊？沈飞已经听说葛太妃病重的消息了，他可是见过葛太妃的，那时候还生龙活虎的和自己呛声，怎么会短短几天就传出了生病的消息？这里面绝对是有猫腻。还有那个叫翠环的宫女，沈飞本想催眠来着，好好问问是怎么回事，但是人后来就死了，不知道是没救回来，还是被人偷偷给处死了。总之后宫的事非常古怪，还对外面封锁了消息，就是太子来荣王府的次数都少了。不过沈飞也能猜出个大概，皇后的事或许就是葛太妃动的手，否则不会病得这么巧。我让乔杉打听过，说是葛太妃快不行了，能不能过了这个年都是两回事。年龄到了都会死的。现在不是说葛太妃死不死的事儿，你说益州王和皇上会不会打起来？想到这里，突然觉得小福宝和唐之灵两人除夕夜进宫不是很安全呀。唐之灵，除夕宫宴你和小福宝还是别进宫了。你呀，都想什么呢？益州王怎么敢造反呢？造反哪有那么容易啊？而且朝廷的军队都在皇上的手中，益州王哪有那些实力和皇上抗衡啊？要是唐国公那些人没有除掉的话，或许益州王还有机会在后面呀当个小黄雀。沈飞一听，想想也是，益州王进京，那些府兵肯定是要留在城外的，在皇宫里是没事的。可能是我想的多了。你呀，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候，保护好自己就行，不要想那么多啊。沈飞点头，于是两人慢慢进入梦乡。翌日，沈飞梳洗打扮好，用完了早午饭之后，就带着几个孩子在屋中玩耍。小叶子是个歌控，能自由活动之后就是围着小福宝转悠。小福宝现在在锻炼身体，小叶子也跟着在一边忙前忙后的，那手脚都快得很，爬得利索极了。哥，我在呢。哥。小福宝看到小叶子把糯米糍攥的都从手缝中流出来了，就有点反胃。哎，小叶子，哥哥不饿，你自己吃。哥，不用，你自己留着吧。可是小叶子哪里肯，直接伸出小手，把手堵在小福宝的嘴边，手指头差点塞到了小福宝的嘴里。小福宝的表情都皲裂了，他一把推开小叶子，呸呸两声。他刚才都看到了，小叶子的手指头缝里还有一根头发。小叶子被拒绝，还被哥哥推了一下，立即就不干了，哇哇大哭起来。小福宝满脸黑线，这小叶子还是个赖人精啊！小叶子小身子一扭，直接蹭蹭的向沈飞爬了过来。娘，花花坐在一边，幸灾乐祸的看着小叶子缠着小福宝。对于姐姐不喜欢黏着自己，花花可是太开心了。沈飞刚才一直看着昨日没看完的画本子，所以没有注意到两个孩子的互动。怎么了？娘，哥对我这样对花花一脸懵逼，我招谁惹谁了？现在轮到小福宝幸灾乐祸地看着花花了。沈飞看着这三个孩子，突然有些头疼。要是肚子里的孩子出生了，他们家岂不是要闹翻天了？娘，哥，我。小叶子带有一种你必须给我做主的意思。好，我会让哥哥向你道歉的，但是你刚才也推妹妹了，也要道歉，明白吗？小叶子似懂非懂，口里还是不断嘀咕：爸，
啊！哼！小福宝在一边也听到了小叶子的嘀咕声，小嘴儿也咧开了。哦呦，那我可就太开心了！你最好能记住你说的话。这时候，彩霞走过来禀报道：“王妃，北京王府来人了。”哦，这次是谁来了？是北京王府的老王妃和萧王妃两人。沈妃没想到这俩人会亲自来。好，李嬷嬷，你在这边看着3个孩子，不要让他们打架。是，王妃放心。